是 Hiker CP， 今天没有要爬山，不对，今天要爬山。宜兰全家便利商店的内城店，今天呢我要挑战，之前有走过中央山脉大纵走，那现在就想说，最近在练 FXT 的比赛，那需要很多的山路，就用单车练习中央山脉大纵走这件事。单车界也有中央山脉大纵走，不过查一下，它都是3天2夜的行程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，看你们今天1天把它骑完。这次呢，一样就是会用大量的果胶去做路上的补给。那莓果跟 Fast X 的果胶加在水壶里面，这样子就是秘密武器。带了一些软糖，然后能量棒，定期会去补胶囊。我会带2个胶囊盒，然后剩下的我已经分好，用小夹链袋会放在身上，那随时就可以补进来这样子。就从超商去做补给。带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包。除了果酱以外，还是会吃一些固态的食物，会在路上做补给这样子。因为避免太多了，所以我就会先用1罐果胶水，1罐空罐先装满果胶，然后剩下的带在身上。快睡着的时候，我就会补充这样，胶囊就定时补。只有果胶的水来补水就好了。爬山跟骑车前必备，像这一次的自行车，一般自行车都会有保姆车啊，不过这次想说不需要保姆车，反正我们就骑就对了，一条路骑就对了，跟爬山一样。所以说装备要自己携带在身上，这样子。弄了4罐1、2，这个是果胶水、果胶，在家里事前先弄好，修补了一些工具罐，可以前后车灯，比赛用的休息棒。就是因为是山路，但因为还是会走到一些平路啊，所以可以休息一下。这是果胶。非常感谢悠悠赛克乐骑士帮我调整这一台车子，这些车子一些设定的细节，全部都是在乐骑士这边去做设定，还有组装的，做了一些 fitting， 然后还有一些测试这样子。像我在悠悠这边，就是要找到呢命定的另一半，命的自行车，对，手长脚短手短不一样，胸肌大胸肌小也不一样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从对应的脚踏车的一些数据这样子，做这个 fitting， 你就可以去这么多车，好不好？这么多车到底怎么选？不知道，自行车太贵了，我们不能像登山用品买来测，对，所以自行车呢一定要先做好你的 fitting， 然后去选择适合你的车子。这样，我应该这个位置。坐滚应该在这个，对，这个位置，对，坐滚应该在这个位置。今年再往下走的时候，有没有机会在？他要去找原因的时候，就是身体平衡啊，可以啊。它这跟 fitting 会有。那他一开始在做的事情，其实他是针对你的身体状况，有没有受伤过？比如说腿有没有断过啊？手有没有那个，然后有没有长短脚的状况，下背部有没有酸痛这些问题，所以你有吗？应该是没有啦。骑乘背景，那就询问一下，每周骑多久？10，你现在有骑到那么多？有10几啊，有。认真啊，至少认真。佛系铁的，这边短一点点，所以右脚比左脚短一点点。我会再请你再上去一次。好，离开，对，就会比较下来一点点。OK， 对，然后现在先贴了一些 marker， 这跟以前我在师大的实验室做的 fitting 的生物力学的一些检测是非常类似的，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先量了一些基本数据，然后还有包含柔软度，对，还好柔软度，老板是说，还不错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佛系铁人都没在练，柔软度当然是不错啊，对啊，一些坐垫的位置，把手的位置、宽度。然后去找出你命定的数据，这样子。看瓦数骑车，你就可以骑上毛。膝盖，
所以会有点左右的漂移。这个漂移程度也是蛮平衡的踩踏。有问题呢，这个黄色问题，膝盖相对前部分，好，这个运科人员我也看不懂。对，可能是蹲下来的时候便会比较不稳，有可能。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械，所以它只要调一个东西呢，个曲柄变短，然后把手变宽，好，其实坐垫往上调1公分，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样其实就会影响你的发力的动作，然后长久骑下来，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运动伤害。这样，你有确定要长时间骑车，建议还是要来做 fitting 的一个部分。那 fitting 完之后，你可以选到更适合你的车子，因为大部分市售的车子是成车，那很多尺寸是已经固定好的，所以透过 fitting 就有这些个人数据，用这些数据呢去挑选相对应适合你的车子。那因为零件其实都是可以做拆换替换，就以自行车来讲，所以你可以再选择你要的东西，把它做更好的配置。这样，刚刚我们是量坐骨113。11.3公分是坐骨，所以它适合用的是14.3宽度的坐垫，那就可以从这边去做调整。这一张143命定屁股的坐垫这样子。这路线呢，就是要从礁溪宜兰的礁溪一路上到武岭，下到日月潭，再从日月潭接信义的望乡，接到塔塔加台21线的路段。一般来说会骑3天，从礁溪到塔塔加，就是想说要挑战从礁溪到塔塔加不间断把它一次搞定，简称一日中央烧麦这样。因为单车讲会讲成是中央烧麦这样子，总距离大概是370公里，爬升是7700公尺。什么概念呢？之前我们在练东进的话，爬升大概就是3000多所以大概就是爬2次东进左右的一个爬升，这样7070就也没有很高，是没有比圣母峰高，所以我们还是输8000，输了一些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，然后预计在10点出发台七这条路线上到南山，走到大屿岭，接大屿岭，走到梨山接大屿岭，再接到岭，就所谓的北进武岭的这段路。这是要用的6C的安全帽，然后因为是没有补给车，用 Compressible 的越野背心15升，把一些简易的保暖跟电器，还有一些补给就放在这里。Bont 最硬的、效率最好的卡鞋联名 Ultra， 那大家会吃关节肌力跟 O2RC 的胶囊。安心上路。紧张吗？好紧张啊！吃饱吗？没关系，没吃饱呢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用全家便利商店做补给，作为这次补给的主要路线。因为没有保姆车，所以就是用超商做补给这样子。记录一下，明天24小时过后呢，就会凹陷了，跟那个孟克呐喊。3个 O2RC 保护绿茶，我觉得爬山越爬还好，我觉得反而是练铁三项反复在做重复的踩踏，疲劳跟伤害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后来都反正就固定吃这个蛋壳膜，这样保护你的下肢。吃3颗出发 ，Go Go！ 跟你的狗狗朋友说，不可以乱追哥哥哦，知道吗？他们说你会看着他们哦，叫他们小心点哦。他说好。就位，连上手表。好，刚过松罗湖的松罗，现在是15K， 继续 Go Go， 都没有灯了，但天气非常的好啊。我们现在过了台七甲跟台七交界，刚刚右边要去北横名池，那我们就直走，走台七甲，进到三道猴子，台七野，讲错了，三道猴子是台七甲。好。就是山还有10公里，4季去加罗湖啊！靠到南山，还6公里。
这边才有灯啊，前面其实大部分路段都没有灯，所以会靠这个闪，视线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尽量靠中线反光的灯这样子。OK， 快到了，继续 Go。高丽菜，这很贵啊，这个是种高丽菜。南山人家才1500，好，现在抵达南山的全家，花了3个小时左右，6K， 爬升已经到了1500，3个小时就是一个脸凹的时间，海拔在1001左右，非常的冷。我现在进去补充一点热量，出发还很饱，现在已经开始饿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Go。平常来这里就是爬山啊，因为就是爬雪山、大坝，反正这种雪山系列都在这里这样子。刚刚就骑了55K， 爬升1500，那比我预期慢了大概有半小时到30。等一下到下一个站大概有30几公里会到环山，走10多公里就会到梨山。全家在做补给。果干，哇，酒酿红苹果，芒果。当然呢，就是一路还算顺畅，但是我觉得路灯真的是有点偏暗，现在头很乱。忽略毛利兰，好，就是这个路段呢，其实就是灯非常的少，所以就我觉得头灯跟车灯也要带亮一点的，不然只能看反光片，甚至有些路段是没有反光片的。然后遇到有些路段10公里可能比较危险，所以要注意那个路况，真的不要冲太快这样。买了这个大麦蛋白猪肉堡，植物蛋白不对，应该是有加高蛋白的大麦蛋白的堡，这样子它也是有肉，但是还是有加蛋白，所以蛋白质比较高的版本。阳澄化运动营养师人家的健康之奖，由它来监制比较健康，应该是这样讲。然后买了一个无柚四季青。蛮好喝的，吃起来到底加什么？大豆蛋白，没有什么太多的粉味。喜欢吃粉的要多注意，多饱是蛮香的，但是不是很咸，所以感觉是蛮健康的这样。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吃什么应该都还不错。距离的起整皮、碳水加蛋白质，甚至部分的脂肪，其实都是蛮不错的，因为强度不会太高，所以你不一定要全部都只吃碳水。骑的过程中是用果胶啦，那休息的时候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这样子。三片，很好吃哎，果香加红酒的味道，那这有没有太伤？是塞牙缝。但好吃，给过。芒果，还有是薯条，果干来补给。因为其实我觉得骑车，其实我觉得低强度，对长时间中低强度运动，我就用果干，就跟爬山一样嘛。我们用果干补是很好，而且这个很轻，给它吃完我就带在身上，可以随时吃，然后可以喂狗这样子。好，上次的经验呢？那台西甲，等下反正就会遇到很多野狗，所以我这次带的这个是要给我吃的，哇，这是狗的冻干，等下遇到野狗我就丢它这样子，好，希望它不要来追我。那是一个无解的，等下会放这些冻干在地上这样子，好，就丢过去，丢，拜托不要咬我，拜托。摔车就 GG 了，好吧？好，现在补充2颗 RC 电解力、硫磺酸跟绿茶咖啡因这样，已经3小时，所以先补充一次。等一下吃应该会很冷，所以我先穿上这个乌瑟斯阿法的衣服是60，帽子也是60，我都非常轻，就是塞在这个袋子，然后至少多带一些背心。然后把它穿起来。准备出发 ，Go Go！ 哦，其实有起雾，看到这起雾，让它衡量，因为一直闪，
眼睛真的快瞎了。资源户口啊，再过去还是圣光，这样方便屋，怀念的方便屋。南湖的登山口，也是要这爬山了。刚刚其实上坡应该还好，下坡真的是太冷了，而且我没有戴手套。出发 ，Go Go！ 这个冻干呢，快到这个狗区啊，塞在这个侧背包侧边，然后可以丢，跟那个卡丁车一样，丢食物这样子。武林农场，啊，下去武林农场，高山脉烧麦，第一天就知道武林宾馆，里山。好累啊，干！教练了啦！小明啊，你可以住北海段翻山林美无名甘薯，我已经快忘记这些山了，太久没爬山。过这边呢偏下坡，所以我就带起来，这样2个半小时，所以就头灯开了也没关系。NG 过爬山骑车万用，下坡我就把它盖住耳朵。唉，礼拜2应该是没生意啊，坐公车来爬山。好，我们今天不用坐公车，我们骑过去。OK， 继续 Go Go。清宫爬那个自家阳，我就会坐到这边来，这样子，就是个庙啊，通铺。环山部落前面走这条路绕下去。好，100，西甲的终点啦。到离山100公里啊，那是5点。离山到了，啊，好累啊！这些狗啊，刚刚抬气狗，好可爱啊！热拿铁，然后好卷，软糖，等下路上吃腰果，真的是补充热量。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碰了一点，他遇到狗实在是崩溃。我大概被4到5次的狗追，那个冻干呢，它们毫无反应，他妈的啊！真的是，如果你真的要夜骑，真的非常危险，因为白天车来来去，狗不会那么凶。那晚上呢，就只有你，它不咬你，咬谁呢？对不对？一定是废你嘛，因为狗，山区的狗，它的地域性非常强。我刚刚是一直因为阿弥陀佛脚一直踩，没有抽车，所以因为我怕抽筋跌倒，埋头苦骑，我就撒了一些洞，撒了不过2次是撒冻干，看到狗就赶快先把冻干拿在手上，但是还是没有用，因为他们就还是来废你这样子。狗崽子，跟那个烤鸡，香草烤鸡3明治很像，一样的烤鸡，蛮嫩的。我要快速来一餐，这个反正不烫，就还不错。不吃给过，想吃吗？
坐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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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现在比较远方的山已经出来了，不太需要头灯，我等下还是会带着啦，以防万一这样子。那现在往大屿林大概还要29公里左右，所以大概还1个半小时就顺过去。那上一次呢，就是在中间的地方一个派出所附近爆胎，这一次呢，希望可以顺利的通过这一段路线，上上下下但是偏上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 ，Go Go！ 小剑、嘉阳、大剑山、雪山。上来了。2个全家，南山跟梨山的全家，因为刚好这边 7 都没开，半夜是没开的，只有全家是有开的，所以就可以用这2个全家做补给点。等下就没有超商了，要一直下到5点要下去清境那边才会有，所以等下40K 呢，就全部要靠自己。Aero bar 短的就可以趴一下，小休，还可以转换一下背的姿势，比较舒服。Aero bar 它是空力把，加上用的是 J band， 我觉得这很方便啊。它现在就是说，你用这一组空力把，可以加上延伸把，你可以快速的拆装这个东西，这整组，因为有些规格是不太合的，那这个就是一体。可以把它直接组装这样子，这不是一般的，应该说不是正常的山铁用的那种把，就是主要是用在公路车 FXT 这种奇怪的比赛，因为 FXT 就用这一组，就特别来测试一下。好嘞。还有15K 到大屿林，快吐了！怎么那么累？吃太饱了。上次就是在派出所爆胎，离山狗上2狗哦，不要爆胎，不要遇到恶犬，好吗？不会太冷，但是也没有热起来，因为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，所以我现在外套我还穿着，而且我现在好想睡觉，已经骑了8个半小时没有睡觉，遇到一些碎石。快速通过，比较不容易爆胎，然后还把手给弹掉。那可能上次是我骑太慢了，所以就爆了。应该也是慢慢骑，没有力啊。就顺顺到大屿林还有13公里，那我们要上到2500，所以爬升还要200多。OK， 那我们出发 ，Go Go！合欢山隧道这位置，好，终于过去大屿林了。到公车休息，真快爆了，
这段路骑了2小时吧，啊，没想到这么远。闭路羊头啊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所以还是把头灯打开。记得要等这红绿灯啊。哦，有头灯，就是赞啊！终于过来了。那下个月 FXD 就是从太鲁阁这边东进上来厕所休息啊。如果要爬一路，该走这里。啊，不行了，补一下咖啡因。好，这次呢用 Vapors 卡鞋，穿薄啊，它的效率非常好，不太会有能量的浪费。但它缺点就底很硬啊，要习惯一下。那这次用 R2 3.0，小腿基本上完全没感觉，一开始就把它套起来，压缩，把它往上走，让皮要恢复比较快。但是大腿就蛮惨的，大腿是非常的酸痛，因为每次来大屿应该都是要收工回家擦身体。但是现在呢，漫漫长夜，漫漫长日，要准备上大屿岭最陡的一段，上700，可以上700米，头好痛。我好像一个阿伯在这边在厕所这样。那因为今天非常的冷，所以我的果胶水都没有喝的太多。我是用后面这一罐备的是3包 Fast 的果胶，然后再携带一些这样。原本的这一罐就有6包，19包在水壶。当然我有吃很多固体的食物。干，这个是蚯蚓吗？苹果。大颗蜂蜜腰果，蛮好吃的，好像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坚果，很大颗，而且蜂蜜味道很重，所以就是甜的腰果，累的时候真的超爽。骑自行车是一个最容易瘦的运动，如果你骑车还是会胖，都瓦数不够，或者是你吃太多了，只是减肥这个很棒的运动。只是只要一骑车，我就瘦脸，瘦哪里啊？这是跟基因有关，所以这个也不要强求了，好不好？跟狗很有缘所有狗都要跑来找我啊！凶的狗，不凶的狗，可怕的狗，小狗、大狗。娜娜，不甩，拿掉，反正等下都上播，应该是不会有风吧？现在就只留长袖无舍时，帽子我应该还是会戴着。我现在是一个很奇怪的阿北的打扮，骑着一台感觉很炫炮的公路车，然后穿着车裤，戴了一个奇怪的腿套。好，没关系，上得去最要紧，准备上五岭，出发。Go go！ 刚刚一上来呢，坡度最陡到14，反正这边这一段呢，因为我有骑过东京，最陡就是19%，印象深刻。好，我们先看那边，起来，北风啊，还是爬山好了，爬山比较轻松，骑车好累啊，辛苦啊。但我上次来呢，5236，这次用4633 Vision K-Force 4633，应该会差蛮多的。但我现在感觉不出来，感觉跟上次一样累。不要站起来抽，我就站起来抽。我现在状况真的是太累了，现在就爆掉。这段可能我会修个好几次。我现在看起来天气蛮稳定的，没有飘雾起雾。12%。干他妈超陡了！好累，怎么那么累？妈的 fuck！ 对，只要上到7%，只要7%都觉得是平路，太陡了。
升天了，天气有1.2了，8.8，加油 ，Go Go！ 真的好累啊，爬3K 了，休息啊，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。我看，南北，西北。哇，很高。啊，快到，有个东西啊，5K 小风口。黑色的，黑色起来。依然爬北峰，把车停在小风口，这边天上非常大。很休息啊，上厕所，买咖啡，我们就不停杀上去 ，Go Go！ 终于比较上来了，平点啊，平点，又平啊，这应该是合欢间，不对，合欢东，两边平的。石门山，这是石门山，简单的百岳，千万不要去，留给第100做。像我这么笨，一开始就去了，没办法留它。我的第100是合欢溪，那合欢溪最简单。好，松雪楼 ，Go Go！ 下到松雪楼，爽下一波。合欢尖山，爬山的松雪楼，我觉得景区埔里45K， 对，我们剩45K可以到埔里，最后1K 超陡，直接上去 ，Go Go！ 快到了，武岭，这什么境？北京武岭。爬升，4500，刚好140公里，北京武岭啊！Vision FSA K14 Edition 的大盘，之前啊都是用
这边5236，这时候4633，后面用133，所以是1:1。那这个齿比1:1越接近，就越轻松，这样子是碳纤的副材所做的，非常非常的轻。而且规格你可以配 Shimano、Spring 都可以。然后这个重量大概是550克左右，因为我们是4633，所以会再更轻一点。好，这次也是用 Vision 的轮组 ，Nature Vision SL6日，它可以用有那一台无那一台，然后它也是碳纤的轮组这样子，这样配上 EFXD 前面是平路，后面是爬坡，所以是爬坡，我建议你全部都用45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把它调整成前轮是45，后轮是60，就让后面惯性好，平路还是可以加速的功能。那爬坡的话就用45去带这样子，这是我问教练一个建议这样，所以我后来就这样子去配置，用有内台，因为要自己换的话，内台比较方便。那无内台当然也是可以，它自己会波动1290、1390，然后就多100克，所以非常非常的轻。环把再用轮组，好。一定要强调就是说，因为我之前用的是 C 甲属，山路的下坡非常危险，那碟刹真的是制动非常好。其实碟刹就跟摩托车是一样的，摩托车也是碟刹嘛，按起来就是很轻松这样子，然后制动是很快的，比较安全这样。OK， 自行车跟登山一样，都是要轻量化，因为你爬坡就是有关重量，超浅升级你的车子变轻一点，爬坡就会比较快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是 Metro 4D Flay MAS 的把手，这个是空力把，所以看到这个很扁，然后隐藏的内线，所以就从正面看都看不到线了。这一边的休息把，短休息把，所以就主要是用来比 FXD 的时候，在前面短休息平用的，到爬坡就可以。其实你可以不用拆，因为它碳纤非常轻，这整组只有730几克，超级轻。蛮喜欢这种扁平空力的设计，因为但是它没有压迫感这样子，很方便。如果你是手很长，你可以换那个，还有很多各种形状，好不好？应该大家都可以挑到符合你形状的把手，这样子。好，比较粗的，它应该有比较粗的。OK， 光是一颗。现在已经到了一半了，好吧？这一半卷土重来。那我相信呢，你有恒心，有毅力，好吧？失败就再 try 一次，一定有机会成功。就跟追女朋友一样，你失败就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被罚好了卡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相信呢，总有一天会成功。如果不成功，下辈子也可能会成功。这样子，好，着装。准备全副武装啊，因为等一下下去很冷。我们先下到可能是第一个全家，或是再下去一点的全家吃个餐盒，然后就下滑，就是我消化我的构想这样。那我们还是要加紧速度，因为还是要赶5点信义的管制站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 ，Go Go！ 希望可以顺利下滑。之前说碟刹，大家都用碟刹啊，西进武岭大家不是拉车下去，碟刹有什么鸟用？以后我们来武岭就要自己下滑 ，OK？ 下滑 ，Go Go！换电池，然后自己支咖啡那帮下滑，真是快睡着了。
好，总共花了1小时17分滑下来，超快，比我想象快。我以为要2个小时，但就是一路滑，因为自行车速度比机车还快，我不知道什么，然后就很顺利的滑下来。现在先找一家全家，然后吃个午餐这样子。紫薯，淡淡的地瓜吧，应该是还 OK， 不会太甜的。今天的午餐一样是健康志向，阳澄华烤蛋饼，有鸡肉真是爆，吃点蛋白质。反正果胶吃很多碳水，然后蜂蜜柠檬水8年喝，非常清爽。我觉得一直很想喝的，这叫绿拿铁，它应该是没有拿铁，看一下是都是果汁，但是有地瓜叶，试一下。超级消暑，这个蛮爽的，应该先摇一摇。来，主要是奇异果混菜这样，因为它是地瓜叶，真的地瓜叶的味道，非常独特的味道。但我觉得不难喝啦，酸酸，因为奇异果味道最重这样子。又要吃阳澄华啦，有什么豆腐、鸡肉、花椰菜、豆子、红萝卜、豆腐。好，是糙米，这个没味道，这个也没味道，鸡胸肉，这个有鸡的味道，青豆也没味道，这是一个类似炸弹的东西，然后很像外面有些豆腐。红萝卜味，饭我觉得还不错，但它味道偏淡，所以清淡口味的这样子 ，OK。有13包果胶倒接进去，看有那个OK。原本卖没有味道，12点半，那我们就是5点的时候要赶到信义有个叫草坪头的地方，信义段草坪头台21线啊，塔塔家。那所以我不想要再来一次，所以快马加鞭，好了，准备出发 ，Go Go。现在到了鱼池市区啊，招牌都长一样。又在爬坡，爬坡地狱别凹了。哦，今天不知道消耗几千大卡，大家来猜一下。啊，现在到日月潭啦，开一甲，然后我们就要去环潭公路。刚那个段长上坡，快死了。我们去环潭公路 ，Go Go。水社大山没爬过，应该2000出头。月潭呢，每一刻还是觉得很漂亮，安详、安静的潭啊，不久留。因为我们是自己来，不需要逛日月潭。如果你今天带妹子来，那你就可以逛日月潭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快要45公里，要赶去信义乡。好吧，出发。
然后就补个水饮料，就直接往信义乡出发。金萱27有他们要喝茶，我就把水跟茶都放在这个罐子里。茶叶很重，适合喜欢喝茶的，然后不会有那种香精味。信义楼，这边要去往东埔，要去玉山了，又是爬坡。到信义的最后一个超商，爬坡，爬坡，爬升超过5000了，加油 ，Go！ 我靠！最后55，信义乡就是种一堆梅子，然后最有名应该是这个信义乡的梅子梦工坊，很多美酒，超好喝。我每次来这边其实就是爬郡大西峦的地方，郡大应该是爬郡大来这边买酒。我记得我们上次买了24瓶，它的美酒真的是非常好喝，大家可以如果来郡大山一定要，或者信义乡一定要来这边采购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的距离呢，剩下最后59左右，大概会是300公里整，爬升大概还剩下1800，就是最后摸黑奋战。那5点前过草坪头，希望今天可以顺利抵达东埔山庄，好不好？明天就可以爬玉山了，出发 ，Go！ 好，我已经百狗不侵了，满的葡萄。信义乡真的就是像我现在照影片这样，它在2座山中间的山谷里面，所以就种了非常多的农作物，真的是很天然。然后前面都是大山的，大山，多大山哦！郡大山，郡大林道，搭碰车，除了梅子之外啊，还有很多葡萄、莲雾，跟应该有些苹果水。应该没有水梨，这太低了，这才500。葡萄跟莲雾 ，OK， 到这个很有名的葡萄冰沙。采买今天的晚餐，草坪头管制站出发。1条7+1，1C，快到草坪头。奇怪的神阿古道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有神木村。预计还要3小时啊，爬升要1500左右，35K。到草坪头5点半，我以为是5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4点45，5点前。好了，反正就刚刚好了，所以直接可以过去这样子。那5点半这边就不能通行了。我们现在就往东埔山庄塔家 ，Go！ 泡高茶园，对。你过来这，你个路，好累啊！太硬了，第一桩上面太硬了，我现在脚超硬，屁股也超硬。先到北界休息，到了国家公园北界了。这是我使用的车衣，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来自英国 Lacoste 的顶级车衣。那这个 Lacoste 呢，它其实有赞助环法的 Bora 车队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那我穿的车裤就是 Hose Category Red 2。有点太难念了。那我觉得这个车裤最棒的是不会勒你的大腿，就非常的服帖。因为有些车裤是会勒住你的大腿。它那个泡棉现在不方便拿出来给大家看。那个3层的泡棉我觉得非常舒适，就是它不是越软越好，它是要有支撑性。所以我用到现在，其实骑车基本上屁股都是蛮舒服的。当然今天已经骑了19小时，不痛才怪。再来是它的
吊带非常的有弹性，而且Lacoste的品牌字就在上面，刺绣的。自旧的这个是蛮少见的，这样这是我觉得车库蛮赞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我觉得它可以拉下来尿尿，弹性是非常非常好，这个是蛮加分的一个项目。中度压缩，所以它适合长距离骑乘。当然，如果说竞速型，它可能压缩会比较多这样子。那我骑长距离都会用这一件那个 Cavalry Rib 的这个 Cavalry Rib 的这个车库。那衣服就是 Progressive 2，这个蓝色就是他们品牌的颜色，也不是海军蓝，就比较深的一个蓝色，我觉得是一个蛮英文的一个感觉。主要是用四面弹的布，所以你在任何动作它都会蛮服帖。这是我觉得真的跟我穿过车衣不一样的地方，它的手的部分，其实你把它拉好都会是很平整的。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，就是要秀我的二头肌，这个也是非常的服帖。因为我穿过有些车衣，就是会不是那么贴这样。然后后面有一个防水的小口袋，我觉得把钱包跟信用卡放在这个位置这样子。车衣呢都有意大利去制造，然后有这种环发的专业车手去做测试这样子。合身轻压缩的剪裁，就是适合比较舒适的骑乘。然后那个口袋呢，就我觉得那个高度是蛮刚好的，不会说太低或太高，因为太低你会掉下去，太高你又拿不到。像我这样手感就不好，就拿不到。那对我来讲刚刚好这样子。个 layer 呢，底衫是无缝编织。那我觉得它最棒的一个，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穿这个，脱下来之后不会露奶这样。对，它其实是为了贴你的皮肤，让你的汗水可以更快排出去。因为只穿车衣的话，排汗效果不会这么好，要再多一个底衫会排比较快。那当然它也有保暖的作用，是无缝线的编织技术，弹性也是非常非常好。基本上如果入秋冬我都会穿啊。那夏天真的，我就是看状况，这个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，虽然它排汗比较快。可是你会觉得好像多穿一个东西，所以就很看人这样子。那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你拉下来的时候不会露点，不会露你的胸肌，胸肌不能随便给大家看到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穿底衫这样。这就是我这次所使用的英国 Lacoste 的顶级车衣，给大家参考。再次验证非常非常实用，今天一整天小腿都没有抽筋的感觉。当然大腿是快抽啦。如果要长距离的骑乘啊、跑步、踩踏，我觉得腿套真的是一个蛮推荐的一个东西。这样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从卑界准备往塔塔加最后24公里，怎么还有啊？最后24公里爬升1100，那我现在爬升已经是6000多了，爬完到底是多少呢？也不知道，马上就等一下走着瞧。东埔山庄出发 ，Go Go！ 超大颗。这个灯完全没有路灯，只有旁边反光板，中间是完全没有。所以我的车友就是沿着黄线走，有车来在闪这样子，反正车身非常明显。没有那个反光，也不会去踩到了，不会骑到。好，青蛙的回音。抵达东埔山停车场，左走中央山脉大中走，3日中央山脉终点就在东埔山停车场，就可以上车收车啦。那我们现在就不停留，直接到东埔山庄 ，Go Go！ 好，还有一终点144.3居玉山，然后这边就是公厕，下东埔山庄。大家好，我在东埔山庄，就是爬玉山的地方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东埔山庄。那最后的塔塔加路段真的是平均坡度有6到8%。原本一开始进塔塔加草坪头，想说，脚还蛮有力的，而且没有抽筋的感觉。那就是到最后真的是爆了，就是慢慢踩，然后休息次数也比较多这样，然后非常的黑，完全没有路灯，反光灯在双黄线也都没有，所以你就要自己去克服。那我的方法就是骑在双黄线，有车来再闪。那大部分是没车啦，因为我在的时间已经是管制的时间，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车子经过。那我觉得这一次路线呢最难就应该分2段，一段是北境。到北京屋顶真的是非常困难，因为你要能够摸黑，
你要能够 push 你的极限，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安全性，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补给是可以上，就是使用独骑的方式，没有补给。那也包含是补给，你是要自己去安排。那所有的自行车的维修工具，你要自己去携带。像其实我昨天不知道为什么绕链非常多次，4次左右，那你就要下来处理。轮胎都没有问题，那有的话也有带工具罐可以做替换，然后它家断是蛮困难的。那中间其实虽然想说爬升没那么多，但是因为不知道在市区就觉得很阿杂，为什么不能下去跟他们一起玩这样子？就要埋头苦骑。像北京就是狗的问题野狗不怕被狗追，它会对你吠，它可能会来咬你。那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被咬死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如果要挑战，一定要切记，体能都是其次，好不好？狗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补给的问题，我觉得白天之后都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这样，那主要是一开始的备劲是用南山的全家跟梨山的全家这2个全家做分配，因为我查过，在晚上只有这2个全家有开，其他是没有开的，包含环山没有开，然后南山的另外一间也没有开，这样子就用这2天去做补给。那补给完天亮之后，就你要怎么补给都 OK。那基本上我这次大部分都是以全家的超商为主，没有进餐厅去吃饭，方便快速，又可以吹冷气，然后又可以顺便去补水，就一次搞定这样子。肠胃是没什么太大的不舒服，那包含是自己的带的一些补给，然后增补剂，然后胶囊，然后一些能量棒。果胶跟大家分享，果胶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带那么多，因为你会吃很多其他原型的食物。这样果胶我觉得就是不用像比赛那样备，可以用比赛的分量再备一半就 OK 了。到后来我也是以吃食物为主，果胶为辅这样子。最后呢，非常感谢YoYo Cycles 帮我配好这一台公路车，老板真的非常细心。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他讲过开车太快，走路太慢，骑车刚好。所以最近练车的一个写照，我觉得骑车可以到一些你平常日常生活不能去的地方，但是又不会太远，又不会太近，好像很熟悉，就有一种出游的感觉。所以我现在还是蛮喜欢骑车去走走，这种长距离的就不会常常干这种事情。这样子，在台北的有机会都可以去 YoYo Cycles 帮你去修理车子啊，买车子啊。车子就是要拿来买的嘛。距离是300公里到东埔这边，然后爬升是8000多。下降也有5000多，原本我查是380公里，不过那个应该是到嘉义，因为到这边是300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出发到嘉义，总共要下滑80公里，走阿里山台18的公路。像我这样这么自虐的，你就可以挑战一日单车中央山脉。不过你要想清楚，因为台七狗凶，不是只有台七，是我在信义乡那一段俊大那边有一堆狗会吠你。真的非常的可怕，这样子。后来他家是没有狗，因为他家是国家公园，国家公园没有狗嘛，国家公园一定是你眼花了，好不好？或是3枪装的，3枪装成狗这样子。好，骑完呢，还有消耗了9000大卡。现在看我的脸，应该是一点点了，好像还好，因为有吃东西。昨天想说为什么会瘦脸，应该是我的嘴边肉是自然会被拿来做能量的消耗了。我相信一些女生应该蛮羡慕的，好吧？是觉得很困扰，好不好？看起来像骷髅头。半夜跟下滑的骑车，很冷的状态，温度是非常低，可能3到5度之类的，所以上半身的保暖，其实在脚趾头也是会冷到麻，所以这个要不要去做保暖的袜子啊、袜套，这个就大家自己评估。我是没有这样做，那就是会觉得麻冷这样子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Hiker CP， 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。